如果你用过 Super Trend， 你一定会有这种感觉。趋势行情它几乎完美，但一旦市场开始震荡，你就会被反复的打脸，假的翻转之后入场，信号刚进场它就失效了。今天这支视频我会告诉你如何在保留 Super Trend 的简单逻辑的前提下，同时看清趋势它到底强不强，行情有没有被拉升，这个回调到底是否值得做。传统的 Super Trend 只有一个功能，但是它不会告诉你现在的趋势到底是才刚起步呢，还是已经跑得很远了，更不会告诉你这一波回调是健康的回踩，还是趋势就要结束了。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使用 Super Trend 一直亏钱的一个原因。那这个时候呢 ，Super Trend OSC 呢，它就出现了。他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情，他就是把价格和传统的 Super Trend 这个指标之间的一个距离转换成了一个震荡指标，并且使用市场自身的一个波动率进行一个标准化。结果就是呢，不管你是做外汇、股票还是加密货币，我们都一眼能看出这波行情算不算一个过渡行情。它到底上涨是否过度呢？或者下跌跌到一定的程度呢？我们打开指标后就会看到上下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上方的这种彩带，这种一条线，它是有黄色线和红色的线来区分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下方的这一个震荡器。震荡器呢，它又分为两部分，中间是零轴，上方是零轴之上呢，代表多头的动能；零轴之下呢，代表空头的动能。在多头和空头的两个极端点呢，就代表动能的一个极值区。当价格进入到这些极值区的时候呢，就说明行情相对于趋势来讲已经被过度明显的拉升，达到了一定的一个高度了。并且在一些极值区的时候，我们还会看到这里有一些点，那这个点我们把它称之为钻石。当这个钻石的信号出现之后呢，它就代表它上涨涨到了一定的一个极值，或者是下跌跌到了一定的一个极值，并且市面上呢，很多人都会把它当成一个买卖的一个信号。那比如说它上涨达到一个极值点之后呢，它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卖出这样子一个操作，或者是下跌跌到了一定的极值之后呢，它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买入这样子一个信号。其实我们在实际看盘的过程当中，当出现了这种极值区域的时候，或者出现了这种钻石信号的时候呢，它代表的是极端动能发生快速反转的这么一些区域。比如说顶部的钻石信号，它就相当于多头的一个衰竭，而底部的钻石信号呢，它就相当于空头的衰竭。但是呢，这两个呢，绝对不是让我们来抄底摸顶的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这个行情可能要进入一个结构化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阶段，它有可能反转，或者有可能进入震荡区间，提醒我们是要小心的。那接下来的是呢，我们整个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步，我们要加入一个 EMA 300均线，来过滤掉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个假信号。那非常简单，我们打开指标这边直接加入 EMA 指数移动平均线，添加了之后呢，我们来进入一个修改，它默认的是 EMA 9，我们点击设置里面把这个长度改成300，并且我习惯了把样式的颜色呢，我喜欢调成白色的。我们回到目前的版面上，那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中间会多了一条白色的线，那这一条就是 EMA 300。非常简单，那我们把它设定一个规则，比如说当价格在 EMA 300的上方，那我们只做多不做空；价格在 EMA 300的下方的时候呢，我们只做空而不做多。当我们把这一条规则加入进去了之后呢，我们基本上能避开50%以上的一些无效的一些交易行情。我们回到这个图表，它目前这个指标，我们看一下上方的这个区域，当我们呈黄色区域的时候，就代表它是一个处于上升的一个阶段，而处于红色的时候呢，这个区域就代表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区域。同时它对应下方的话，也是在下方的一个区域，就是空头的区域。而上涨之后呢，它会翻转成上方多头的一个区域，同时它的颜色也会相应的一个变化。那我们刚刚加入了 EMA 300均线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实际在盘面上我们来找一下，比如说我要做多的时候，刚刚讲了，当我们的价格在 EMA 300之上呢，我们才去寻找做多的一个机会。那比如说我们往这边前面找一下，我们找一些价格在 EMA 300之上的一些价格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行情到底怎么样。比如说这一段行情，从这里开始呢，它目前的价格 K 线行走在 EMA 300的一个上方，那我们主要的思路就是做多的这样子一个思路。做多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行情，零轴之上呢代表是多头的一个动能，它这是一直在上涨。那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去追多，我们要等待它回调之后
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信号，我们再去进场。下方它这个是它回调，又是从这个极值从多头的动能一直倾斜往下，一直滑到底部，那就代表它这个是进入回调、进入空的一个阶段。我们看一下，它到了一个底部的时候，这里会出现一个这个钻石信号，那就说明它回调已经快要结束了。当下面的信号出来之后，它逐步往上倾斜进入多头的这个趋势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一些做多的一些信号 K， 特别是后面这种大阳线的这种 K 线。另外一点呢，我们在找它多头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在上方的这种颜色由红色转黄色之后的这种信号，才能去寻找做多的一个机会。因为是红色的区域，代表它还处于空头动能的这样子一个阶段。当颜色由红色逐步转换成黄色之后呢，那就说明多头的动能已经开始发起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寻找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大阳 K 线，再去入场。止损呢，一般就放在这个彩带，就是这个黄色线的一个下方就可以了。像这种区域，我们就可以去，然后止盈拿个1.5倍到2倍之间的一个止盈就可以了。同时呢，如果是做空的时候呢，它就是相反的。做空呢，当我们的 K 线运行在 EMA 300的下方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寻找做空的一些条件。像这种的话，它的颜色由黄色变成红色，那就说明是由多头进入到空头的这样子一些动能，进入了之后呢，这边我们看一下下方已经来到了空头的这个区域。那这个时候达到一定极致之后呢，我们要等它回调。当这个线往上拐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它回调何时结束，那就是看它第一个是否能突破零轴之上。如果说突破不了零轴之上，那就说明回调的幅度不够深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等待它往下拐头的时候，同时出现了很好的做空信号 K 的时候，然后再去进场。那么它的一个止损呢，就放在上方这个彩带，就是这根红色的线的上方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那这就是做空的一个逻辑。那这个指标不管是我们是做空还是做多，第一个一定要找到趋势，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 K， 在空头趋势的时候去做空，在多头趋势的时候去做多，千万不要逆势去做。本质呢就有一句话，顺大趋势做回调，不追突破。但是我们最后一定是要记住，这个指标只能是帮助我们看清趋势强度和动能的一个拐点，它并不是万能的一个买卖按钮，不能说是它达到了一定极致我就去做空，或者是来到了底部出现了一个信号我就去做多。最好的一个交易永远是来自指标加上结构位，再加上我们自己主观的一个判断。这个指标好与不好，大家自己去做回测，一定要控制风险。那如果说本期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呢，记得点个赞。如果你想看更多关于实战级的一些指标的一个拆解和详细介绍呢，一定要记得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